那么我们的红色沙滩这一片，被认为说呢，老共将来要登陆的时候，这是可能登陆的地方之一所以将来那边可能都要埋地雷之类的那520前夕，表明父子说搭了一个那种橡皮艇，就这么小的橡皮艇然后呢，这个横渡台湾海峡从福建的平潭，然后呢出发，然后到了桃园上岸，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们上来，他们要投奔自由以前这样都有黄金可以领的虽然不是飞机，但是也是个小艇。那现在因为不鼓励了所以呢，因为儿子不满18岁、17岁，所以儿子就等于是交给他去管束，爸爸就关起来了不但没有奖金，还关起来了而且怀疑说你们怎么这时候来，早不来晚不来，520前夕你来干什么那海巡署呢就承认了，说因为他们这个橡皮艇很小，所以雷达没有办法有效的侦测，因为呢橡皮艇长度只有3.3公尺所以他们现在争取预算，要设红外线热像仪，可以侦测得到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台湾海岸线这么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什么长呢？台湾就这么小一个岛，海岸线有多长？那种真的海岸线很长的国家多了，比我们长的国家多，那怎么办都一堆偷渡进去了那今年是第5次了这个他们搭橡皮艇投奔自由，所以海巡署就说，我看了根本不是投奔自由，是中共在试探我们，看我们的海防到底做得好不好能不能抓到他们那张延廷这个前空军副总司令就说呢，这看起来是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才在观音那个地方上岸那其实呢，彭佳屿才是跟平潭位置平行嘛所以他为什么呢？可能是有算过洋流、潮汐这些条件所以才能在桃园登陆以前要横渡黑水沟都很不容易的就是说冒着各种风险都有，他们居然搞那么小艇就过来了那所以呢，这个海巡署到底能不能用科技来侦查我们现在路口都有科技科技侦查一大堆罚单，现在罚一大堆，一不小心碰了线就会罚，一不小心就罚那这个大陆，但这个就罢了，大陆还有一个网红，山东一个网红说呢，他从长乐机场海滩下的海开这个橡皮艇到了桃园市，还把5星红旗呢插在这个台湾土地上，然后呢安全又回去了那就有人说他乱讲的，根本没有登岛了。有人讲一种是你在边自己布置一个场景，就说到台湾来；一种是你其实坐飞机来的，只是跑到海岸就插个旗照个相，说你坐艇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去看说看起来他有把卫星地图拿出来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然后他说等我们一起上了湾湾岛，活捉小赖赖，我自己去带了4桶油，因为他那个引擎要烧油嘛就那个就是在船外那种引擎了那所以呢，他在网红，他叫山东凯歌了。那大家也说奇怪呢，你晒了9个小时然后呢做了这个离他那个偷渡父子只有9.9公里的远，那主要是脸好像没有晒伤照理讲那么远应该晒伤我给他算了一下，下午大概3点多走了9个小时，大概早上5、6点从那边起航了所以中午12点太阳很大为什么没晒伤呢？到底真的假的呢？那军事迷有对比啦，对比完之后时间地点是相符的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因为刚好就任满周年嘛，赖清德说这是我们的365天。充满挑战，充满荣耀，每一天他都兢兢业业，不敢懈怠那网友也笑他说：“你真的兢兢业干了360天，我们怎么觉得像没有总统一样？”好，我们看一下。桃园的海岸线在同一天竟然被2艘的橡皮艇登陆，难道橡皮艇没有办法被雷达侦测吗？万一没有完整的监测系统，就怕这样的状况还会再次发生。山东凯歌宣称开橡皮艇来台，海巡署在影片曝光前似乎无法掌握，表示橡皮艇太小了，电磁波反射信号微弱，雷达难以侦测。海巡署分析，近期2起大陆偷渡案件的时间点都在5月15号这一天，山东凯歌大约下午2点53分登陆桃园大园，而来自云南的负责党傍晚5点半抵达桃园观音，相差3小时，相距9.9公里。
9000公里。那另外时间相差将近3个小时，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红外线热显影仪，所以就是巡逻重点。我们1点多有巡逻，巡逻没有异状就离开。海巡目前是用肉身跟肉眼在护卫着台湾的海疆。我们希望尽快争取到预算，来建置先进的岸际监控系统。宋姓父亲带着17岁儿子开着橡皮艇来台，父亲落网后收押禁见，儿子则赴移民署。对比山东凯哥来台距离约95海里，自称带了4桶油来回，海巡署也认为符合常理。影片没有经过伪造，但不排除任何拍摄的可能性。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5月偷渡案件有5件38人，当场查获的有4件36人，弃获率高达94.7%，还是有漏网之鱼，就是因为监控系统不完备。这回在同一天2起陆籍橡皮艇登陆，距离只有9.9公里。海巡署预计在未来分别在这2个地方建置红外线热显像系统以及智慧型岸际监控系统，搭配附近2座雷达，导入 AI 智慧预警，才可能提升海岸监控。否则，面对对岸开着橡皮艇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灰带袭扰，根本无从防范。5月1日的晚上，我梦到玉皇大帝和海神妈祖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台湾送一道圣旨。今天呢，我去台湾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他是大陆网红山东凯哥，日前在个人影音平台播出这段影片，看他穿着救生衣，坐着插着5星旗的橡皮艇漂浮在海上。镜头一转，他拍摄放在前面的妈祖跟玉皇大帝神像，还有黄色卷轴的诏书。宝岛台湾，复归母国。台湾长事，受令誓享其功，钦此。而第2段影片，他声称15号下午2点多已经抵达台湾，还登陆桃园大园区的海滩。我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5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影片一曝光，掀起2派论战，涌入大量留言。山东凯哥说是从长乐机场海滩下海，来回花了750多公里。影片后面有附上在台湾的卫星定位，自己一个人出发，带了4桶油，耗费9个小时。不少人认为根本是造假，不过有军事迷比对山东凯哥插旗的地点跟大园的海滩相符，旗杆阴影方位跟登陆时间也相同。而我们实际来到桃园大园海滩，的确有类似山东凯哥影片出现的风车机电房，周边没有任何岗哨。除了影片细节，也有人发现山东凯哥怎么脸上都没有晒伤或是晒痕。对此，海巡署说查证后，影片没有被伪造，但目前要确认是从海上来还是陆地摆拍。不过无论真假，对台湾海防来说都是一种挑衅。林柏伟。我想这件事情刚好是在520之前，确实我们要非常慎重的去看待这件事。而且，山东凯哥他是来回去，然后 PO 了这个网络影片才知道有这件事。那目前当然，海巡署说他的影片没造假，可是到底这过程当中，他在拍片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经过到底是如何，现在还在了解当中哦。可是我觉得说，不论是这个山东凯哥或是云林父子，他们刚好在同一天，然后一个是下午2点多，一个是下午5点多，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包括我们刚刚讲说，山东凯哥，如果你真的整个750多公里，然后9个多小时，怎么可能你的脸部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好像让他感觉有晒伤或是有晒得红彤彤的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去了解，甚至是这个宋姓父子他们是说自动报案说他们要投奔自由，可是这过程当中你一个橡皮艇然后横渡过来，这很多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到底有这么简单吗？还是在一个试探的一个味道哈？我觉得海巡署还有相关单位在这一段时间哈，包括520前、520后，都一定要把它非常审慎看待。那到底我们在海巡的部分要加强，应该要怎么管控？在这一段时间都要密切注意。这个我们的海防真的破了好几个大洞了，同一天2起而且这个时间点这么的敏感，是什么？送给明天满1周年的这个赖清德一个大礼吗？我觉得这事情要好好查。你看这对父子，
他们如果不是自首的话，你可能也抓不到他，对不对？然后这个山东凯哥，他是人来了以后人又回去，你看他多搞笑。他这个橡皮艇上面他还放了那个玉皇大帝跟那个妈祖，他说是玉皇大帝这个神明叫他说要走这么一趟的。那你看，要么就自首，要么就说回去以后再 po 的影片，你才抓得到，就表示我们那个海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空虚的，而且是长久就有问题。去年就有人嘛，从淡水那边冲进来，对不对？今年这个已经是第5起了。那我要问一个从第1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问政府，特别是海巡单位，就说你到底不能每次叫那个海巡人员用肉眼去看啊，你又不是千里眼。啊，那时候他们就讲说你不用千里眼，那你那个整个设备要买啊，买到哪里去了？已经讲了快1年了，这为什么没办法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另外提醒一下，很多人在问说到底要怎么解决啦？当然就是你设备要赶快去增强。那第二个，你最好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让两岸和平嘛，你不要让每次两边都搞得紧张兮兮的时候，那每次有一个橡皮艇进来，你就非常的紧张啊。你在研究国际关系，你都有所谓的这个三角关系。好，那以前所有的国家跟这个美中之间，他都要做选择。刚刚在讲李在明，南海已经开始改变了。以前美国跟这个南海是多紧密的，从川普一上台，慢慢的关系慢慢看起来是在脱离哦。现在川普叫他要付很高的这个什么防卫的这个费用，关税要课那么大。你看李在明星期五已经是要当选了，对不对？李在明现在讲什么？李在明很清楚，就是说你不要去介入中国跟台湾的事情，而且他去年就讲了，他去年就提醒那个尹锡悦，你说你不要老是去刺激中国大陆了，你就是碰到中国大陆你说谢谢啊，碰到台湾也谢谢，你就左右逢源嘛，那一样啊。现在台湾你看全世界都已经在改变，川普上来以后，不管是高关税这整个冲击，以前日本一开始你看跟美国很好，对不对？后来石破茂发现不行啊，他去拜访他到美国去白宫去拜访，那回来以后讲了一堆的这个好话，川普还是骂他啊，后来他不就硬起来了嘛，对不对？他说我们的核心利益包括汽车，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农业也不能让。那你看现在美国对他多好，那一样只要是用比较硬的，现在看起来川普就吃这一套啊。那一样我们先做一个总结了。台湾现在第一个，两岸不要让他这么紧张，这是一个。我觉得政府特别赖清德总统，你不管讲那个什么大小公司整并那个问题，人家接着说你是变成统派了，哈。就说你要去面对这两岸关系正在变，而且全世界关系都在变了，好去调整一个最适合可以保障台湾的位置。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哈？假如说进来都如入无人之境，那出去的，难怪那么多黑道啊，什么就贪污犯呐，什么通缉犯呐，交保要犯呐，就那么容易就走了嘛。你想进来，照理讲，我们海防是其实主要是防人家进来嘛。那如果外面都能这么松，那出去，对不对？夜黑风高，他是白天来的哦，他不是晚上来的哦，这些人哦，所以为什么没有晒斑呢？因为是白天的，晚上月黑风高出去，那抓得到吗？难怪那么多人就都跑了，还有那么多武器，黑道武器偷偷的运进来，走私进来，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台湾的治安，难怪他们说黑道装备起来，哇，那个也是不得了，那些黑枪，哦，你海防是这样子吗？这么松懈吗？休息再回来。好，那么赖清德说这个两岸就像他是大公司，我是小公司，那你要合并我呢，你要提条件不是我提条件你提条件那是怎样啊？他提条件就可以吗？那哇，这个对不对？那他就想说，那你是干嘛？你要谈统一吗？你要谈什么呢？那到底是要先谈判？然后你给我什么条件？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朱立伦就说：这个变成并购了，怎么两岸怎么变并购呢？这不是卖台吗？然后吴宗宪立委也说，原来只是差价格条件谈好就可以了那另外吴征呢说乱讲说这不是卖台，是说在谴责中国设交流的前提所以呢这个中国要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要尊重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的意思说呢，国民党把自己的立场套在赖清德立场然后乱讲一通那另外呢，赖清德的并购说吴思瑶说你们是断章取义，赖清德没有这个意思侯汉廷就笑说这个妥妥的统派言论什么两岸跟公司合并一样，
这比喻有点不伦不类。再怎么样，两岸也不可能像两个公司，那是完全公司并购很简单，条件谈好就好。两岸不是这么简单的哦。所以呢，这个联合报民调呢，在之前就做了哈，说大家对于赖清德外交两岸表现好不好，特别对于两岸赖清德处理好不好，不满意的54%，满意只有32%。联合报的调查，满意赖清德是37%，整体来讲。民进党8成9都满意他，只有9%不满意他。但是呢，就算民进党的人，也不是都满意他的两岸政策，哦，有32%满意。换句话说，可能有5%还是不满意啊，因为37%满意他当总统，那37%满意他总统，并没有37%满意两岸呢。不满意的有54%，这么高，就因为两岸搞成什么鬼呢？怎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哈，所以呢，这个不管是美国智库了，大陆的智库了哈，都认为说两岸兵凶战危，风险指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越来越高。我们看一下，总统赖清德接受专访时的并购比喻：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嘛，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嘛。如果说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啊，对吧？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他把统一改为并购。不管是善意或者是恶意的并购，都在他的字典里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卖台的总统。文平，首先哦，这个赖清德哈，他现在不晓得是遭遇什么事了哈。从他自己的正常判断力啊，就算大家现在也骂他的幕僚啊，哦，谁给你的这个稿子啊等等的。而且当幕僚听到这采访会旁边没人嘛。这个时候就要打断他，怎么还让他继续讲呢？对，也没有人敢。就说第一个哈，好，我先讲一下赖清德的这整件事情处理的都蛮异常的。好，我不好意思说很荒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很不应该。可是呢，他又会说那就是你们蓝营的看法，那没关系。我觉得他很异常，是说哈，他在这个时候去上一个相对小众的网络媒体的专访那你的目的？应该是说，你要在520前，你要释放什么讯息，先测个水温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他选的这个叫做敏迪选读呢，这个敏迪啊，是跟蔡英文非常要好的网红那他的那个节目呢，本来也是属于比较知性小众。那一天的赖清德的收看的人只有13万点击，所以其实也蛮低的。那你说我因为要找年轻人知性的角度，我想要解决像 TVS 民调中发现说年轻人族群最不支持他想要改变，所以呢故意用一些比较年轻人可以听得懂的比喻或者各方面侃侃而谈，那这个可能是你幕僚给你建议的一个策略。可是你再怎么样处理事情，你也不能够让赖清德作为一个台独金孙去讲出这个并购说啊，你再怎么样讲也不可能啊。今天那个吴峥气急败坏的出来骂，都是你们国民党以你自己的立场给人家乱解读什么的。问题是话是你嘴巴讲出来的啊，你讲出来今天赖清德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呢，我们讲就好比两个公司，很大的公司要来并小的公司，那条件你要提呀。我如果真的是北京，因为北京不是我们这种体制啊，不太灵活。如果他比较灵活的话，打蛇随棍上，他立刻今天呢就给你1、2、3、4、5条件。请问你赖清德先生，你要不要接受？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提？你，其实我觉得啦，赖清德跟本人跟他的幕僚，他们内心里可能有一个词汇，就是民进党一直在讲的，叫做反并吞呐。他们不是整天那个什么抗中保台都在讲反并吞吗？所以他想要讲的意思呢，应该是说那就像公司一样，叫做反并购。好，那你也没有关系。如果根据你的立场的话，你要反并吞也好，你要反并购也好，你顶多只能说我不要接受，他这个是恶意并购，我不能接受我们为何不能接受？你这个才是你自己的立场嘛。结果呢，赖清德怎么说？说来提条件，意思是说对岸提的条件不好，他不满意那提了好的呢？
那你满意了呢？是不是就被卖掉了？所以啊，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严重。我们今天在讨论很多川普跟关税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讲的，不管是韩国的现在正在进行激烈的选举啊，跟菲律宾的选举结果，与其说是不是亲中路线起来，不是，是反美路线升高。那反美路线为何升高呢？其实说穿了，一个觉得川普呢，不管是你朋友还不是朋友，一视对待，都用关税大棒。第二个最严重问题叫做不确定性。那我要讲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今天放在赖清德，你说这个敏迪选读，他到底是失言、错误的比喻？可是这个实在不应该，因为对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台独派长出来的政治人物，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出这种失言的。他连去中国大陆，他都还是很勇敢的在那边跟对岸对呛的情况下，他怎么会在台湾面临这个问题？那他这个说法就会创造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你本来认为他是比较独派的，可是他可以一跃呢变成比大部分的非绿阵营的政治人物还要更统派，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我不想你讲。我提一下啊，他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比喻了。今天我咨询了外交部长林佳龙，我想他应该有相当代表性，他就替这个赖清德讲话了。他说他主要要凸显这个台湾跟中国互不隶属，再加一个前面加一个更漂亮的，要凸显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说总统主要说要凸显这个。我说要凸显这个跟这个无关呢，对啊，无关啊，大家都知道，你这个随便讲讲，他们现在的发言都这样发言哦。你注意看他激动的这个哦，他要凸显这个，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因为他这个明白白的讲并购呢就大吃小，他说你大我小，你开条件，所以就变成说，人家就讲说啊，这样没办法并购，那就是价格的问题哦。林左水台独大师就骂赖清德了。林左水怎么讲？林左水说，他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他应该讲把台商当作外商，他应该是中心思想就是台独的理论，把台商当外商去跟大陆谈。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把这整段的访问要看完哦。看完之后，其实这有一个前因，然后把它整段讲完哦。他其实说真的，为什么这个包括吴峥或是外交部长林佳龙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看完整段非常清楚，他有前面有后面，要整段。那现在都大家取他那一段所谓的合并，然后做一个解读，扩大解读，而且完全是超乎他的范围里面。前面讲什么？其实他讲的意思是在整段当中，他一直在强调说，哇，中国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互动当中设下了一个政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防线，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你只要是中国跟我们有一个政治前提，那什么都不用谈。那如果没有的话，两岸就会有交流。他是在前提要去表达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公司大小公司的说法。所以大家现在都举这个后面的，都讲后面的，而没有去把前面的把它拉进来。我觉得这个对于赖总统其实说真的很不公平了。我看了吴峥的讲法了，他是说我们前提就是中国，就是大陆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前提。但没有这样讲，大陆从来没有讲说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啊。讲来讲去就是两岸都是你听嘛当时是这样讲的，就有几段论了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说只有一个中国，两岸都认为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一部分，是对等的。他并没有说。全世界就有一个中国，台湾是，然后这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这样讲。当时的九二共识，今天大家把九二共识污名化，它的意义也在这边嘛，就是一个中国。什么叫中国？大家各说各话。你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华民国，我为什么要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为什么承认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当然不承认嘛，对不对？而且中华民国还在前面嘛。所以本来是一个对等，我们天天要讲对等，这是对等，但你一定要把它讲，然后你现在问
逼问大陆说，你承不承认？哦，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怎么会承认呢？同样的，你问我们说，你承不承认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我们也不会承认呢、你这是强把你的话这个放到他嘴巴里嘛，不可以这样子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